他刚把林念生下来，男人就卷走林家老屋所有积蓄，连件御寒的棉衣都没给他留。向阳村街道人觉得他会哭着求男人回头，没想到他却当天就把男人的物件全烧了，半分留恋也无。男人走时踹开产房的门，扔下100块钱，说林念饿了，买口吃的，他要出去跟相好享福，让他自己扛着。他抱着哭得喘不上气的林念，坐在冰冷的土炕上，没掉一滴泪，只摸了摸枕头下那只银镯子。那镯子是他娘临终前给的，说能避祸也能换钱，旁人以为他会留着做念想。第二天一早，林秀和就抱着林念出了门，直奔镇上的凤老祥金铺，把镯子当了3万块。林秀和拿着钱转身就去了旁边的农村信用社，把3万块钱全存进了卡里，抱着林念又一步一步走回了向阳村街道。向阳村街道人知道了这事，都说林秀和是真的疯了，可没人知道这3万块藏着他破釜沉舟的打算。转眼就到了男人走后的第5天。这天下午，林秀和怀里的林念刚睡着，桌上的电话突然叮铃铃响了起来。林秀和伸手接起了电话，电话那头是男人骂骂咧咧的声音，还有相好的娇笑声。林秀和，我告诉你，老子在外面快活，你别给我惹事。林家老屋的地你赶紧租出去，钱给我打过来。林秀和拿着听筒一声没吭，就安安静静地听着。男人等了他足足10分钟，见他一点反应都没有，狠狠挂了电话。听筒里传来嘟嘟的忙音，林秀和才慢慢放下电话。他给林念掖了掖被子，起身就出了门，直奔向阳村村委会。向阳村村委会的干部们正在屋里开会，见林秀和进来都愣住了。赵志强赶紧起身给他搬了个凳子。林秀和，你咋来了？是不是那混小子的事？你放心，向阳村街道肯定给你做主。林秀和没做。我不是来求做主的，是来办件事。把一张纸递了过去。赵志强，麻烦您帮个忙，我要迁户口。赵志强赶紧问林秀和，你要迁谁的户口？林秀和平静说，把王建军的户口从我家的户口本上迁出去。赵志强劝着林秀和，你可想好了，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？林秀和直接打断了他的话，没有半分犹豫。我想好了，麻烦您按规矩办，该开的证明都给我开了。看林秀和态度坚决，手续也齐全，向阳村街道只能按规矩给他开了证明，盖了章。林秀和拿着盖了红章的证明，转身就去了向阳镇派出所。当天下午就把王建军的户口从自家户口本上彻底迁了出去。办完这事，林秀和回了村，又把王建军留在林家老屋的所有东西全翻了出来，堆到了院子里，一把火烧了个干净。这一次的比上次飘得更远，全村人都看见了，也都明白了。林秀和这一次是真的跟王建军彻底断了。向阳村街道的长舌妇们开始嚼舌根了，说秀和太狠了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怎么能这么绝情？说他肯定是早就有外心，不然怎么能这么果断？说他一个娘们家带着林念这么硬气，早晚要吃亏。这些话顺着风飘进林秀和的耳朵里，可他就像没听见一样，该喂林念喂林念，该吃饭吃饭，日子过得安安静静，半点波澜都没有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只是他斩断后路的其中一步，更狠的动作还在后面等着。转眼就到了王建军走后的第10天。这天一早，天还没亮，林秀和就起来了。他把林家老屋的房产证、土地证全找了出来，包得严严实实，贴身藏好，又给林念喂饱了奶，裹得严严实实，抱在怀里。锁上家门，直奔镇上，找了之前联系好的商户。那商户是外地来的，来这边做粮油生意，想找个落脚的地。林秀和家的房子位置好，院子大，临街。之前托人问过好几次，林秀和都没松口。这次林秀和主动找了过来，
商户老板姓刘，是个实在人，见林秀和过来，赶紧迎了进去。林秀和也不绕弯子，直接把房产证拍在了桌上。刘德福，这房子我卖你。刘德福又惊又喜，赶紧问：大妹子，你想卖多少钱？之前向阳村街道给这房子的估价是35万，地段好，院子大，还是临街的门面，能做生意。大妹子，你说多少？27万。林秀和点了点头，语气没有半分波澜。对，27万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今天签合同，今天打钱，今天交房。钱到我卡里，我立马把钥匙给你。刘德福心里乐开了花，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。临街的大院子，35万的房子，27万就能拿下，还当天交房，这便宜不占白不占。他生怕林秀和反悔，当场就找了相熟的陈浩拟了合同，双方签了字，按了手印。刘德福当场就给林秀和的卡里打了27万，一分不少。林秀和收到银行的到账短信，把房门钥匙、房产证全给了刘德福，只说了一句：这房子从现在起跟我林秀和再没半点关系。说完他转身就走，没有回头看一眼这个他住了5年的家，这个他嫁过来亲手收拾一点点填满的家，这个他生林念坐月子烧了男人所有东西的家。他头都没回，一步一步走出了村子。当天下午，向阳村街道人就知道了这事。疯了，李秀和彻底疯了，这是所有人心里唯一的念头。好好的临街大院，市价35万，他27万就卖了，白白扔了8万。刚生完林念第10天就卖了房子，抱着林念走了，这不是疯了是什么？向阳村街道的老人们都摇着头叹气，说好好的被男人伤成了这样，连家都不要了。说他一个娘们儿带着刚生的林念，没了房子以后可怎么活？说王建军那个混小子回来知道了，肯定要闹翻天。可秀和根本不在乎村里人怎么说，他抱着林念坐上了去县城的车。车开的时候，他撩开窗帘看了一眼村子，眼神里没有半分留恋，只有释然。直到这时，全村没人知道林秀和做的这一切都不是一时冲动，更不是被男人伤到了气疯了。她早在怀孕7个月的时候就把一切都看透了，也早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布这个局了。那是半年前，林秀和的肚子已经大得像扣了个锅，走路都费劲，晚上翻身都难。王建军那段时间天天早出晚归，身上总带着酒气，回家就倒头睡，话都不跟他说。林家老屋的钱也一点点少了下去。一开始他说去镇上打工，挣了钱给林念攒奶粉钱。林秀和信给他洗好衣服，做好饭，等他回家。王建军刚娶林秀和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，那时候的他老实本分，话不多，手脚勤快。林守义、林玉英一开始不同意这门亲事，王家家底薄，只有一个老母亲，没什么依仗。可林秀和看他踏实，对自己好，对王秀梅孝顺，下雨天会绕远路接她回家，她生病了会连夜背着她去镇上的卫生院。王秀梅卧病在床，她端屎端尿，半句怨言都没有。林秀和觉得这样的男人靠得住，不顾林守义、林玉英的反对，嫁了过来。刚结婚的那2年，日子过得确实安稳，两人一起种地，一起打理院子，一起攒钱。王秀梅待林秀和比亲闺女还亲，从不让她受委屈，从不让她干重活。林家老屋有一口好吃的，都先紧着她。林秀和也把王秀梅当亲娘林玉英一样孝顺，一家人的日子过着过着，变故就发生在王秀梅查出重病之时。为了给王秀梅治病，林家老屋攒的钱全花光了，还跟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。王建军那段时间像疯了一样挣钱，白天去工地搬砖，晚上去给人看仓库，一天只睡3-4个小时。人瘦得变形，林秀和看在眼里，
疼在心里，挺着大肚子给他洗衣做饭，照顾王秀梅。可最后王秀梅还是走了。临终前，王秀梅拉着两人的手，把林秀和的手放在王建军的手里。王建军，你要好好带林秀和，不能让她受委屈，好好过日子，别走歪路。我在天上看着你。可王秀梅走了之后，她就变了。她开始整夜的不回家，跟向阳村街道的几个赌徒混在一起。一开始只是小打小闹，赢个1块8毛的。她跟林秀和说，这钱来得快，能早点把欠的债还上。林秀和劝她说，赌博不是正道，10赌9输。可她根本听不进去，说林秀和一个娘们家懂什么？她已经被赢钱的快感冲昏了头。她总觉得自己能靠赌博一夜暴富。王建军总以为只要手气再顺那么一次，只要再赢回那一桌子碎银子，他就能还清所有债，就能让林秀和和还没落地的林念过上好日子。可他哪儿知道，赌场从来不是翻身的地方，那是吃人的陷阱。庄家早就给他设好了局，先用几颗甜枣吊住他的胃口，再一寸一寸像勒死猎物一样把他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。那天深夜，王建军又出门了，在那之后是死一样的寂静。林秀和在堂屋守着那盏摇曳的油灯，坐到了天亮。第二天清晨，王建军带着满身刺鼻的劣质烟酒味撞进了家门，连鞋都没脱，烂泥一样瘫在炕上睡死过去。那部没锁屏的手机就明晃晃地扔在枕头边，屏幕的光在昏暗的屋子里显得格外刺眼。林秀和颤抖着手拿过手机，指尖死死抠住机身，直到指甲泛白。点开屏幕的那一刻，他觉得一股阴冷的冰水顺着天灵盖浇了下来，冻得他浑身颤。手机里密密麻麻全是独有的污言秽语，全是放贷人阴魂不散的催命符。而在那一堆肮脏的信息里，竟然还藏着一个叫玛丽的女人。那些腻歪的甜言蜜语像蛆虫一样爬满屏幕，刺得林秀和眼睛生疼。他一条条翻着心里的那团火，一点点灭了，最后只剩下一堆冰冷的死灰。原来他早就不去打工，他把命都泡在了赌场，输红了眼，输丢了良心。他先是挥霍掉了林家老屋种地攒下的每一分血汗钱，接着又抢走了给林念准备的奶粉钱，林秀和坐月子的救命钱。到最后，他甚至趁着林秀和昏睡，偷偷把院子里那台唯一的生产工具，那辆承载着全家生计的东方红拖拉机也当成筹码贱卖了。在这个男人眼里，这个家已经不是遮风挡雨的港湾，而是他随手可以典当的烂摊子。林秀和死死盯着炕上那个鼾声如雷的男人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。他没哭也没闹，只是在那一刻，他听到了心底某种东西彻底碎裂的声音。这一世的夫妻情分到这儿算是烧成灰了。耕牛全卖了，都填进了赌场的窟窿里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外面借了高利贷，一笔一笔利息加起来足足有20多万。借条上签的是他的名字，按的是他的手印，可担保人那一栏写的是他林秀和的名字，还有他跟那个玛丽的聊天记录。他说等林念生下来，他就卷钱走，跟那个玛丽去城里享福，林家老屋的烂摊子全丢给林秀和。反正他刚生完林念，跑不了也躲不掉，高利贷的人找上肯定先找他，等他把债还完了，他再回来，照样过他的日子。林秀和拿着手机，手都在抖，肚子里的林念好像感受到了他的情绪，狠狠踢了他一下。那一下让他瞬间清醒了过来，他没有哭，没有闹，也没有叫醒王建军质问，他只是默默地把手机放回了原位，把他的通话记录、短信、借条、照片全转发到了自己手机，然后删了转发记录。
锁屏放得跟原来一模一样。从那天起，林秀禾就变了。表面上她还是那个温顺的话不多的媳妇，照样给王建军做饭、洗衣、收拾屋子。她发脾气，她不还嘴；她夜不归宿，她不问一句。向阳村街道人都夸她，说王建军娶了个好媳妇，贤惠懂事。可没人知道，林秀禾的心里早就凉透了。她每天都在记账，王建军又借了多少钱，又输了多少。她每天都在听他跟赌友打电话，跟放贷的人周旋。她偷偷拿早就准备好的录音笔，把他说的每一句关于赌博的话全录了下来，把他写的每一张借条都偷偷拍了存了起来。他甚至偷偷去了镇上，找了陈浩问清楚，赌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，只要他能拿出证明。陈浩说，法律是底线，只要证明那20万赌债没进过家里的米缸，没变成林念的襁褓，我就是干净的。只要守住这本房产证，这破旧的老屋依然是我林秀禾唯一的退路。可陈浩不懂法律，能挡住官差，却挡不住红了眼的赌徒，更挡不住高利贷手里沾血的钢管。王建军已经疯了，他在赌桌上输掉的不仅是银钱，还有最后一点人性。等那些债主上门，他们不会翻看卷宗，只会撕碎我的生活。我一个刚从鬼门关爬出来的产妇，护不住怀里还在吃奶的孩子，所以我不能等，更不能躲。我要在王建军卷土重来之前，亲手斩断所有退路。我要把这处他赖以生存的祖产变成他自寻死路的陷阱。星空计划从现在开始，他想把烂摊子甩给我。做梦，我要让他回来时面对的是空无一人的死寂和债主滔天的怒火。他算计我的每一笔账，我都记在心里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他亲手吞下自己种的恶果，连本带利。所以在产房里，王建军踹开门，扔下100块钱，卷走了所有积蓄的时候，林秀禾心里没有半分意外，甚至还有一丝释然。他终于把最后一点良心也丢干净，他终于彻底释放了自己的本性。那他也就不用再装了，不用再扮演那个温顺贤惠的媳妇了。他烧了他的东西，当了王秀梅留的镯子，迁了他的户口，卖了自己的房子，一步一步全在他的计划里。向阳村街道人说他疯了，说他绝情，可他们不知道，他这不是疯，是清醒。他这不是绝情，是给自己和林念谋一条活路。他知道王建军带出去的钱总有花光的一天，他走投无路，一定会回来找他，而他要做的就是布好天罗地，等他自投罗网。县城的风比向阳村的刀子还要利。我紧了紧怀里的红碎花小被子，林念睡得沉，浑然不知他那个赌鬼爹已经烂在了泥里。这间招待所的白粉墙皮落了一地，却是我和他头一个安稳觉。灯泡昏黄，我盯着这方寸之地，心里那颗名为不回头的钉子算是彻底扎稳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抱着孩子走遍了老街的每一条窄巷。我从小跟着爹娘在庄稼地里滚，哪种麦子出粉高，哪种菜籽油香的厚重，我闭着眼都能嗅出。这县城的粮油行当水深，但我林秀禾的命更硬。整整3天，我像个算盘珠子一样在街头巷尾拨弄盘算。我必须看透每一杆秤的虚实，看清每一个回头客的眼神。终于在老居民区的巷口，我盯上了一座2层的小楼，楼下卖粮，楼上安家。后院高耸的围墙能挡住外头的风雨，也能藏住我的杀气。我亲手摘掉了那块摇摇欲坠的旧招牌。从今往后，这世上再没那个任人揉捏的农家媳妇，只有这间不回头粮油铺的主人。这间铺子就是我为女儿筑起的最硬的骨头。卖房的那27万沉甸甸地压在包里，那是我从向阳村那个泥潭里带出来的买命钱。王建军人间蒸发的第12天，
我坐在县城老街的破旧木桌前，亲手签下了这间铺子的契约。老板数钱时，那枯瘦的指尖在钞票上贪婪地摩擦，发出细碎的声响，像极了过去那些碎掉的日子。我看着红印泥在白纸黑字上落下，心里却出奇的冷，也出奇的静。铺子落定后的第一件事，我没去修门窗，也没去进米粮，我请了县城里手艺最硬的匠人，打了一块黑底金字的漆面木匾。当不回头这3个字被高高挂上门梁的那一刻，老街上围观的人都停了脚，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。他们说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，哪有叫这种名字？我没解释，只有我知道，从我亲手烧掉老屋的那一刻起，我身后就只剩下一片焦土，我的人生再也没有回头路。要在县城这汪深水里扎根，光靠我一个女人不行。我在劳务市场守了3天，没找那些油滑的店小二，只要了2个手脚粗粝，眼里藏着卑微与坚韧的中年妇女。她们家境艰难，所以惜命，也更懂得怎么死死守住一份饭碗。除此之外，我还重金聘了2个身板笔直、眼神狠辣的练家子。在这人吃人的市井里，光有粮不够，还得有能护住这粮的刀。高墙深院，堡垒已成。我摸着那块冰冷的招牌，看着女儿在院子里蹒跚学步。王建军，你最好死在外面，永远别回来，因为这不回头3个字就是我给你准备的墓碑。在这条吃人的县城老街上，不回头3个金字是我林秀和用半条命钉下的旗帜。4个伙计，4条命被我死死捆在了这间铺子里。我给他们的工钱生生高出市价3成，顿顿有肉，管吃管住。在这世道，良心换不来忠诚，但填饱的肚子可以。他们看我的眼神变了，从最初的轻慢到现在的敬畏。在他们眼里，我这个年轻的过分的掌柜，皮囊下藏着一颗比生铁还硬的、比狐狸还精的心。铺子开张那天，我当众折断了一杆缺斤短两的黑心秤。我立下4条死规矩，第1条便是秤杆子就是命根子，米面入袋必须压得秤头高高翘起。旁人都骂我傻，说我是自断财路，但我知道在这尔虞我诈的市井江湖，诚信不是什么高尚的节操，它是我扎进这块地皮最深的一根钉子。我要让这县城的所有人知道，只要不回头的招牌还亮着，这世间就还有一处地方不欺负老实人。当着所有人的面重申了规矩，从那以后，店里再也没出现过缺斤短两的事。附近的居民都知道了，这家不回头粮油老板是个实在人，东西好，价格公道，人也善良。慢慢的，来店里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多，生意一天比一天好。可林秀和心里清楚，他做这些不只是为了做生意，他雇那2个身强力壮的汉子也不只是为了搬货。他在等王建军回来，他知道他带出去的钱总有花光的一天。他跟那个玛丽在外面花天酒地，钱花完了，高利贷的人追着他要债，他走投无路，一定会回来找他，一定会来闹，来要钱，来把烂摊子丢给他。他早就料到，所以他提前做好了所有的准备，就等着他自投罗网。日子一天天过，转眼就到了王建军走后的第15天。不回头粮油铺，米面的沉香里，算盘珠子，撞击的脆响，一下接一下。林秀和低头记账，指尖稳得没有一丝颤抖。摇篮里的林念睡得正熟，呼吸细微而匀称。下一秒，这份宁静被一声暴力的巨响彻底粉碎。厚重的木门在哀鸣中砸向墙壁，惊得满屋顾客纷纷回望。门口那个消失了15天的男人像具腐烂的行尸。王建军双眼布满蛛网般的红血丝，浑身散发着毒房里的酸臭与宿醉的腐气。他身后玛丽浓妆艳抹的脸上写满了嫌恶，正用帕子死死捂着口鼻。王建军的目光像毒蛇一样
定在林秀禾身上。他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，猛地扑向柜台，嘶吼声刺破了所有的体面。林秀禾，你这个贱人！你把我的房子卖了，你把老子的家弄没了，你给我还钱，把你卖房子的钱全给我拿出来，不然今天弄死你！他往柜台里面冲，伸手就要去抓林秀禾，还要去抢摇篮里的林念。旁边2个身强力壮的汉子一步就跨了过来，一左一右，直接拦住了他，伸手一推，就把王建军推得连连后退，摔在了地上。那玛丽赶紧上前把王建军扶了起来，尖着嗓子喊：你们干什么？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这店老板的男人，是你们老板的丈夫，你们敢动他，不想干了是不是？2个汉子面无表情站在柜台前，像2尊铁塔，牢牢地挡在林秀禾和林念面前，半步不退。我们老板说了，不认识这个人，谁敢在店里闹事，我们就把谁扔出去。王建军气得脸都绿了。王建军歇斯底里的咆哮在粮油铺里回荡，他质问我是不是早就料到了这一切，质问我是不是雇了人在这儿等他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缓缓抬起头，手中的笔尖稳稳停住。我用一种审视陌生人的目光看着他，那种眼神里没有恨，只有一种看透腐朽后的疏离。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，指尖轻点，将其推向柜台边缘。那是离婚协议书，白纸黑字，字字如刀。离婚女儿林念归我，她自愿放弃抚养权，且背负所有高利贷，净身出户，从此往后一刀两断，生死各不相干。协议末尾，我早已签好了名，按下了那个鲜红的代表决绝的手印。王建军盯着那张纸，眼底的狂怒瞬间被惊愕取代。他像个被抽去脊梁的木偶，瘫在原地，半天发不出声音。他大概从未想过，在这场猫鼠游戏中，他才是那个早已落入陷阱，被我彻底清算的猎物。在他的印象里，林秀禾一直是个温顺的好欺负的娘们儿，话不多，性子软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他以为他卷钱走了，把烂摊子丢给他，他肯定会哭天喊地，会托人找他，会求他回来。他以为他刚生完林念，离不开男人，离不开这个家。他以为等他钱花光了回来找他，他肯定会哭着原谅他，会帮他还债，会继续跟他过日子。他甚至都想好了，等他帮他把债还完了，他就把那个玛丽甩了，继续回来当他的大爷。可他怎么也没想，他走的这15天，林秀禾没有哭，没有闹，没有求他，反而一步一步把他所有的后路全断，把他从这个林家老屋彻底踢了出去，甚至连离婚协议书都给他准备好。王建军终于反应了过来，气得浑身发抖，他一把抓起离婚协议书，撕了个粉碎。林秀禾，你想离婚，门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这婚我不离。你是我媳妇，你的钱就是我的，你的铺子就是我的铺子。你卖房子的钱必须全给我，不然我天天来闹。我让你这铺子开不下去，我还要把林念抢走，我看你能怎么办。他像疯狗一样在店里嘶吼，店里的顾客都吓得纷纷往外走。林秀禾看着他，眼神里终于有了丝冷意。他早就料到他会这样，狗改不了吃屎，赌徒永远不会认错。他慢慢站起身，抱着怀里醒过来的林念，看着王建军一字一句说：王建军，我给你脸了是不？你以为我就只准备了离婚协议书？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，我手里没有证据？你能有什么证据？你少吓唬。林秀禾没跟他废话。我从抽屉最深处缓缓摸出那只冷硬的黑色录音笔，指尖扣下播放键，死寂的粮油铺瞬间被王建军那贪婪而刺耳的笑声撕裂。那是半年前的深夜，录音里他正对着赌友大声炫耀，说林家老屋的房款早已被他输了个精光。他说等林念那个赔钱货一落地，他就卷走剩下的钱，跟玛丽远走高飞。至于烂摊子，他满不在乎地啐了一口，说全丢给林秀禾那个蠢女人去扛。
录音里的每一句话都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，狠狠抽在王建军那张瞬间惨白的脸上。大颗大颗的冷汗顺着他的太阳穴往下爬，他死死盯着那支录音笔，瞳孔剧烈震颤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在他做着卷款私奔的美梦时，我已经在黑暗中冷冷地注视了他整整半年。我面无表情地关掉录音，将一叠照片如利刃般掷向他的脸。那上面是按满红指印的借条，是赌场肮脏的转账单，是他与那个女人在招待所昏黄灯光下的开房记录，铁证如山，每一张都是他亲手为自己定下的死刑判决。王建军的双腿像被生生抽去了骨头，扑通一声，烂泥般瘫软在地。他终于明白，这场关于背叛与复仇的博弈，他从踏入赌场的第一秒起就已经输得倾家荡产，再无翻身可能。他算计的每一步，林秀和都看得明明白白。他以为自己是猎人，可没想到他才是那个掉进陷阱里的猎物。林秀和看着他，声音冰冷：王建军，我再问你一遍，这婚你离不离？你要是签了离婚协议书，我们好聚好散。你欠的债你自己还，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。你要是不签也没关系，这些录音，这些证据，我现在就交给向阳镇派出所。你长期赌博，欠高利贷不还，你自己想想会是什么下场？王建军站在原地，浑身发抖。他身后的那个玛丽一看情况不对，怕惹祸上身，偷偷摸摸的转身就跑了，连头都没回一下。王建军看着玛丽跑了，更是慌了神。他看着林秀和，眼神里终于有了一丝害怕。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朝着林秀和连连磕头。林秀和，媳妇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原谅我这一次，好不好？我再也不赌了，我再也不跟别的娘们鬼混了，我好好跟你过日子，我好好带你念，我挣钱养家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他一边磕头一边哭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看起来要多可怜有多可怜。店里的人都看着这一幕，议论纷纷。有人心软劝林秀和说：“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他都知道错了，就原谅他吧。”可林秀和看着跪在地上的王建军，眼神里没有半分动摇。他太了解这个男人，他现在的认错不是真的知道错了，是怕了，是走投无路了。林秀和居高临下地盯着柜台前那个跪地求饶的男人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怜悯，只有如冬日深潭般的死寂。他开口了，字字如刀，精准地切断了王建军所有的幻想。王建军，晚了，从我亲手烧掉你那些烟杂旧物的时候就晚了，从我依然把你的户口迁出林家的时候就晚了，从我给这间铺子取名不回头的那一刻起，我的人生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。他每一个字都说得极慢，仿佛是在宣读一份尘埃落定的判决书。说罢，林秀和不再看他一眼，径直坐回柜台后，指尖稳稳地拨通了向阳镇派出所的电话。王建军看着那冷冰冰的拨号盘，彻底慌了神。他那副虚伪的皮囊瞬间崩裂，猛地从地上窜起来，像只丧家之犬般往门外逃窜。他一边狼狈奔逃，一边回头嘶吼着那些苍白无力的威胁，叫嚣着要让他身败名裂，要天天来闹，要让他生意做不下去。林秀和听着门外渐渐远去的疯狗吠叫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他会说什么，会做什么，全在他的预料之中。既然他不肯回头，那他早已布下的天罗地网也该到收网的时候。果然从那天起，王建军就天天来不回头粮油铺门口闹。他不进店，就在门口骂骂咧咧，跟路过的人说林秀和的坏话，说他婚内出轨卷走了他的钱，说他心狠手辣，刚生完小孩就把丈夫赶出门，各种难听的话编得有鼻子有眼。一开始还有不明真相的人信了他的话，对着不回头粮油铺指指点点，店里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。雇的大姐和汉子们都气得不行，要出去把王建军赶走，
却被林秀禾拦住了。不用理他，他闹够了，自然就不闹了。他每天还是安安静静的开店做生意，给顾客称米称面，送货上门。对王建军的叫骂就像没听见一样。附近的居民都是跟林秀禾打过交道的，都知道林秀禾是什么样的人，知道他实在善良靠谱，也都慢慢知道了王建军的所作所为，知道他是个赌鬼，输光了家底，还抛妻弃子。时间长了，大家都看明白了，王建军就是个混蛋，自己不学好，还来污蔑自己的媳妇。你个赌鬼，还有脸来闹人家林秀禾？一个人带林念做生意多不容易，你输光了家底跑，现在还有脸回来？赶紧滚，再不走我们就报警了。王建军被骂得灰头土脸，可还是不死心，天天来闹，变着法的恶心林秀禾。他甚至跑到林秀禾娘家向阳村街道去闹，堵在林守义、林玉英的家门口，哭天喊地，说林秀禾不让他见李念，说林秀禾卷走了他的钱，说林秀禾要跟他离婚，不让他进家门。可秀禾早就料到了这一幕，他在卖房子之前就特意回了一趟林玉英家，跟林守义、林玉英把所有的事都说得清清楚楚。冬日的残阳斜斜地照进林家堂屋，林秀禾的声音很轻，却像一枚枚钉子，死死钉在父母的心口。赌博、高利贷，还有那个藏在暗处的女人。王建军亲手撕碎的不仅是婚约，更是林家人的尊严。林守义听得浑身发抖，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死死扣住八仙桌的边缘指节，因为用力过度而惨白的吓人。他猛地抄起墙角的扁担，喉咙里压抑着愤怒的低吼作势，就要冲出门去寻那畜生拼命。林秀禾一步跨出，死死拦在门前，他的眼神比这冬日的雪还要冷。他说：爸，杀了他不值当，他要的不是血债血偿，而是让王建军在那条绝路上再也找不到一块踏脚石。他布下了一场空城计，从今往后林家再无林秀禾。不管王建军如何寻衅滋事，如何跪地哀求，林家人只需重复一句话，林秀禾早就跟家里断了往来，死活不知。林玉英看着女儿消瘦的面容，眼泪终于夺眶而出，砸在粗布棉袄上。她心疼女儿这满身的委屈，更惊叹于女儿这破釜沉舟的决绝。她含泪点头，那是作为一个母亲最后的坚韧。她说：闺女，你放心，林家永远是你的后盾，绝不拖你后腿。当王建军像条丧家之犬撞开那道斑驳的木门时，他以为能捞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却不知他面对的是一座冰冷彻骨、坚不可摧的空城。还有脸来我家闹，我闺女早就跟我们断了来往，你再敢来这里撒野，我打断你的腿！林玉英也站在门口指着他骂，把他做的那些龌龊事全抖了出来。路过的向阳村街道，人都对着王建军指指点点。王建军被骂得抬不起头，只能灰溜溜地跑。这条路也被他彻底走死了。走投无路的王建军只能天天守在不回头粮油铺门口，变着法的闹事，想逼林秀禾妥协。林秀禾看着他，终于没了耐心。他知道对付这种人讲道理是没用的，只有让他付出代价，他才会知道怕。这天王建军又来店门口闹，拿着个大喇叭喊的整条街都能听。林秀禾直接拿出了手机报了警，同时把手里所有的证据、录音、借条、照片全交给了孙国强。孙国强早就注意到王建军了，他长期赌博，欠了巨额高利贷，早就被盯上。现在有了铁证，孙国强当场就出手了，把正在店门口闹事的王建军直接带走了。王建军被带走的时候还在嘶吼，还在骂，可他再怎么闹也没用，铁证如山，他赖不掉。更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他前脚刚被孙国强带走，后脚放高利贷的人就找上了门。他们找不到王建军，早就急红了眼，现在知道王建军被抓了，更是不会放过他。
判决就下来了。王建军因长期赌博，涉嫌欠高利贷，拒不归还，数罪并罚，被判了刑，关进了监狱。他欠的那些赌债、高利贷全由他自己承担，跟林秀和没有半毛钱关系。直到进了监狱的那一刻，王建军才彻底明白，他从头到尾都输得一败涂地。他以为自己算计了林秀和，算计了所有人，可没想到他早就被林秀和看穿了。他走的每一步都在林秀和的计划里，他亲手把自己的后路全断了，也亲手把自己送进了监狱。而林秀和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，王建军被抓走后，再也没人来店里闹事，附近的居民都更信任秀和了，都愿意来他的店里买东西，不回头。粮油铺的生意越做越大，从一开始的小铺慢慢开成了县城里有名的粮油店。林秀和又在周边的镇上开了3家分店，雇了更多的人，制定了更严格的规矩，成了县城里小有名气的女老板。林秀和抱着林念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这是她从生完孩子第一次掉眼泪，不是委屈，不是难过，是释然，是欣慰。她终于给了自己和林念一个安稳的家，她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